以前的人无论要学什么知识，都必须到学校。然而，因着今天的网络发达，只要你有心学习，无论你要学什么，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得到。甚至网络上的资讯远比学校更多、更好，也更便宜。但也因着网络上的资讯太多、太杂乱，而让一些人不知从何下手。今天我会帮助大家了解网络上有什么样的资讯才是我们应该多花时间去学习的。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开始。我们都知道知识很重要，但我们却不一定知道哪种知识对我们而言才是最有前途、最有帮助的。因为现今网络上的资讯都很五花八门，看得眼花缭乱，加上我们的时间有限，不可能逐一查看每一个的资讯，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懂得如何筛选平时所接触的资讯。只要我们多接触那些比较有价值的资讯，那么我们的前途肯定是无限量的。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最有前途、最有价值的资讯大概可分为3大类型，分别是未来的趋势、自己的潜能以及市场需要。透过了解未来的趋势，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自己的方向，也透过发掘自己的潜能，使我们能够活出更独特、更真实的自己。当然，也少不了了解市场的需要，因为这能够帮助我们更能融入这个新时代的社会。我们先来说说如何透过网络了解未来的趋势。如果我们要了解未来的趋势，就一定是少不了看新闻，因为多留意新闻能够让我们发现更多的危机和商机，比如新的诈骗手法、国家的未来发展等。但也不是每个新闻都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看的，因为有一些新闻频道总是在报道些政治角力或各种交通意外等琐碎事件而已，价值性并不高。对这类的新闻简单看过就好，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看。我们不只是要留意本地新闻，更要留意国际新闻。如果我们完全没有留意国际新闻和时事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不会知道未来的趋势，比如5G 与人工智能震撼性。这么一来，我们就会因为没预备好迎接5G 与人工智能的到来，而导致我们在未来失去了竞争力。这就好像玩游戏，如果我们有研究自己的策略以及别人的策略，那么胜率自然也会跟着提升。但如果我们对策略、战略这些毫无概念，而我们刚好又遇上一些专业的玩家的话，那么肯定是输得一败涂地的。同样，留意时事也能够帮助我们降低风险并提升竞争力，因为透过时事的了解，我们能更清楚知道这世界未来的大方向。比如，如果你是做生意卖产品的，那你可能就会透过新闻或其他时事评论，见 3D 打印机和人工智能所会带给你的商机。这么一来，你就会花钱投资在更有价值的产业上，而不是投资在那些将要被淘汰的手工上。这么一来，你就能在未来脱颖而出。但要注意的是，单单看新闻是不够的，因为新闻报道往往都只是简单带过，并没有给我们很好的方向与策略，所以多留意一些时事评论的自媒体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也不要什么频道都相信，因为有些频道是很不负责任的，但也有一些频道是很优质的，这都需要我们花时间去观察和研究。我们不只是要多留意新闻和时事评论，我们也要偶尔看看一些我们不是这么认同的观点解说，因为面对不同的观点，能够带给我们思想上的冲击和反思，并训练我们的大脑，使我们看事情不会那么单一和固执，进而使我们能够相对更客观的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为什么我会说相对呢？因为我们人是不可能绝对客观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只不过是程度分别而已。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也会犯错，也会有偏见时，那么我们的言行举止就会更加谨慎，看待事情也会相对客观。
正如圣经所说，傲慢带来羞辱，谦卑则有智慧。如果我们要有智慧，就必须更多谦卑自己。再来就是透过网络发挥自己的潜能。一般上，我们的潜能都和我们的兴趣、个性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就必须先要了解自己的兴趣与个性。但我们不只是要往自己的兴趣发展，要把兴趣变成职业而已，同时也要训练我们的辅助技能。因为单单专注在自己的兴趣上是不够的，要是我们忽略了其他的连锁效应，那么我们的兴趣就无法带来稳定的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就没有心情和空闲的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进而形成恶性的循环。假如你对赚钱很有兴趣，但你总不能只用加班或兼职的方式去赚取额外的收入，因为你的时间有限，健康有限。虽然加班或兼职能够立刻给你不错的收入，但长时间累积下去，你一定会垮掉的。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不只是会失去健康，也会失去和家人朋友的关系。到时候你年老了，健康没了，钱也花光了，妻子和孩子都不要理你了，那你年轻时的一些努力不就白费了吗？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还不如放弃加班和兼职，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来学习增值自己。比如你可以上网学习更多的理财方式与投资方法。虽然在几年之内收入减少，消费降低，很辛苦，但过了5年或10年之后，你就会因为长时间累积的知识而变得更会理财，更会投资，甚至你只要用2-3年的时间就能赚回之前10年里所损失的一切。当然前提是在连续几年之内，你必须要多忍耐，多学习，为这5年或10年以后的财富自由做好准备。但如果你是要做网络自媒体或实体创业，而你的资金却很有限的话，那你就要把内容或产品做好之余，也要把包装与宣传做好。就好像一个餐馆，老板煮的东西很好吃，但食物的卖相却不怎么好看，餐馆也不怎么装修，外面看起来很简陋，那么去光顾的人肯定就会很少啊。但当这个预算有限的老板因发现自己的问题而发愤图强的去学习设计和装修，并不断改善食物的拼盘、包装和店面的装饰之后，肯定会越来越多的顾客。当然前提是食物仍然是很美味，地点也要还是不错的。而且当这个老板学了新的知识与技巧之后，不只是会为他的餐馆带来好生意，甚至还可以透过设计去赚取额外的收入。我要表达的是，不只是要专注在自己的兴趣上，也要强化自己的辅助技能来维持自己的兴趣。就好像刚刚的2个例子那样，赚钱或美食就是主要技能，而理财与投资或设计与包装则是辅助技能。要是我们没有强大的辅助技能协助，那么我们的兴趣在这个社会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但好消息的是，因着现今的网络发达，只要你有心学习，网络上几乎什么都有的学，甚至比学校更多更好。再来就是透过网络了解市场的需要，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好像玩游戏一样，有去研究策略和随便玩的人，玩出来的成绩肯定是大不相同的。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如果你要投资，你就需要了解金融市场；如果你要网络创业，你就需要了解网络行销；如果你要和别人有很好的交流，那你就需要了解一些情绪管理或个人价值观。不论是金融投资、网络创业、交流沟通，都是需要做功课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做功课，每一天一空闲就玩游戏、追戏剧，但长久下去，你一定会注定在这个社会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越来越没有购买力，甚至沦为变相的奴隶。因为没有才干的人肯定会被这世界的强力竞争与先进的人工智能给淘汰。在以后的世界，知识与能力、创意与批判越小，工资也就会越小，生活压力也就会越大，进而导致沉迷在各种娱乐上，形成恶性循环，无法自拔。这就是一种变相的奴隶。除非你现在就开始走出舒适圈，多学习有价值的资讯，减少不必要的娱乐，只要有心改进，
信永远都不会太迟。要知道，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即使真的有免费的午餐，也只是很不起眼的饭菜，饿你不死而已。但如果你要吃好料，或者是你想要帮助更多的人，那你就需要付更多的金钱。同样的，你要投资有好回酬，网络创业有果效，沟通交流有好反应，那你就需要多花时间了解市场的需要。什么是市场的需要？简单来说，就是别人的需求。如果你是投资股票的，就要留意某个产业的需求是不是已经到了顶点，或是会有更多需求。新冠疫情是要过了吗？某某产业是不是开始要回升了？这些都是可以从新闻和生活上看得到一些蛛丝马迹。但如果你不会分析，就要多看看别人的分析。只是看别人的分析，并不是为了能够走捷径而快速赚大钱，而是透过别人的分析来提升自己的分析能力。因为只有当你拥有足够强大的判断力之后，你的投资才是能够高回酬低风险，不然肯定会沦为高风险低回酬的投资，形成10赌9输的局面。但如果你是要做网络自媒体的，那你就要留意你的观众有着什么样的特征与需求，从而在某个程度上配合他们。要是你只分享你自己想讲的，却丝毫没有在意别人的兴趣，那么你的分享可能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欣赏而已。比如你很喜欢哲学，但市面上就是很少人喜欢深度思考。如果你直接就讲很深的大道理，那么大多数人肯定会被你吓跑的。但如果你透过比较轻松或者是比较吸引人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哲学观，那你的视频就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去了解你的哲学。又或者你想要和客户和家人有更好的交流，那你就需要去了解情绪管理和自我价值观之类的资讯。因为透过情绪管理和个人的价值观的改变，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感受，进而更容易协调大家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没有相关的知识，加上我们的脾气也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很多问题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只会越解决越恶劣。最后简单的带大家复习一下，有价值有前途的资讯基本上可分为3大类型：了解世界的趋势，找出自己的方向，透过新闻和时事的评论，进而降低风险，找到商机，发掘自己的潜能，活出更独特、更真实的自己。发展自己的兴趣之余，也要多多强化自己的辅助技能。了解市场的需要，融入新时代的社会，花时间做功课，了解别人的需要。OK，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没有观看上次有关财富自由的影片的话，记得在下方的资讯栏中点击我所放的链接。最后也感谢你把我的影片看到完。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想法，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要是你觉得我的分享不错的话，记得按赞和转发，以及订阅和关注我哦，因为你的关注能给我很大的鼓励。那么我们下期再见。